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这期节目咱们轻松一点，读一读最近的一些留言评论。这位观众朋友说了，不管怎么样，日本海鲜我肯定不吃。什么叫不管怎么样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抛开事实不谈，不管事实是不是这个健康的，我都不会吃。那这就是完全情绪化嘛，完全非理性的嘛。然后他说，博主你要觉得没问题，希望你直播吃日本海鲜以正你的立场，不要只打嘴炮。很明显他没有看到我之前的这个推特上面和节目里边的预告，我已经说了，我在明年1月份有去台湾和日本的计划。当然了，你就算找到了福岛的水产品去做吃播，到时候他们也有话说，他们也会指责，你怎么不把这个包装打开之后蘸点核废水吃啊？他们永远有借口有理由来指责你。好，下边这个留言说，韩国也在反对。好几个人都这么留言了，因为我说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跳出来去反对日本的国家。那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俄罗斯，他曾经也对日本政府进行过这个方面的要求跟反对。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说韩国呢？因为这都是民间的做法，任何国家都会有民间反对的声音，任何事情也都会有民间反对的代表，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韩国政府作为一个民选政府，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不反对日本这么做，因为他们看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做同步的检测。只要日本的做法，后续的做法跟他们承诺的是一致的，同时被原子能机构所认可，那么就没问题，他们就不会反对。所以韩国政府态度是非常理性的。至于民间的反对，我刚才说过，哪儿都有民间的反对，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有民间的反对声音，有反对的声音不代表一定做错了。然后还有一位观众，他的留言是长篇大论啊，我就不能够从头到尾读一下了，我就把这个重点挑出来。他说呢，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啊，虽然他们许可了日本排放核废水，但不是一致通过的，有不少委员始终是反对日本的做法，而且还说大部分的委员都住的离东北亚很遥远的国家。首先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出处在什么地方，至少从我来角度来讲，我没有看到过，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些原子能机构委员们他们的讨论，具体的细节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是排放核废水的这个选项反而是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组们讨论的结果，甚至是原子能机构推动的，他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刚才这位观众所提到的有些原子能机构的委员反对，而且还是什么离亚洲很远的国家的这些专家，是哪些人，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位观众看到这些信息的话，请下边留言告诉我。然后他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那日韩政府能吗？当然能，因为他们是有选票的民主国家，他们是有选举的。政府的做法如果违背人民的利益，不符民意的话，那他们就会下台。但是中国政府就算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他也不会下台，因为他有枪有炮，可以封杀也可以镇压。最后他问我会不会继续食用来自东北亚的海产品，我的答案是当然会。最后他说他尽可能不吃。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也不敢信任日本政府和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他都不信任。OK， 那他都不信任的话，是不是同时也不信任现在中国不停在释放核废水呢？那现在中国政府也在这么做呀，你怎么就相信它是安全的呢？对吧？你刚说过不相信中国政府，连中国自己的海鲜你都不要吃了。如果你全部都不相信的话，甚至你都没法活下去了，因为你谁都不相信啊，周边的东西一切你都不相信的话，你还吃什么饭呢？对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人说，沈公子可以喝一杯日本处理过的水吗？这个答案其实我在上期节目讲到了。我为什么要喝核废水？核废水的目的是排向大海的，经过过滤稀释，这是它的终极去处。你家的马桶也没有被核污染，你会喝吗？它不是个东西吗？我为什么要喝？说核污水安全，不是说直接喝安全，是排放大海之后安全，不会造成人体或者是环境的破坏。OK， 然后这个观众说，这么讲吧，核废水绝对有害，骂我与不骂我，我也不会回复。你认为它没有害吗？我的天哪，我平时会夸日本的某些方面，但核废水就是有害的，1/1000的概率它也是有害物质。不知道你们说安全的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讲了这么多期的科学依据，居然还说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核废水绝对有害，我同意，它一定是有害的。但是这个有害的标准怎么来衡量？你是不是要检测它里边的元素？你是不是要看它的剂量？你是不是要看它的毒性？这些问题是科学问题，
不是你凭想象说它有害就是有害，无害就是无害。比如说你去旅游胜地，当地有花岗岩，它就有辐射，对你也是有害的，你是不是不旅游了呢？你打电话手机贴在身边，你也是有辐射的，也是有害的呀，你是不是就不打手机了呢？所以说有害不有害，这不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必须要经过科学实验，要取得国际共识。如果没有取得国际共识，如果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这个事情就不能够轻易去做。但是日本这么做了，而且得到原子能机构的认定，其实已经说明在科学上没有太大争议了。我觉得唯一的争议可以担忧的地方，就是未来它排放的过程中是不是严格按照它之前的计划，然后对它的监管是不是足够严格，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关注的重点，而不是排放核废水的这个决定的问题了。还有人说，既然安全，拿去灌溉，何必排放？这个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对吧？我就不再多言了。这跟你安全为什么不喝掉，这安全你为什么不储存，这安全你为什么不灌溉，是吧？这都是一个模子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就当做这句话是在质问中国的核电站为什么要不停地排放核污水，为什么不去拿去灌溉。好，那另外一个人说他来跟我讲常识，说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跟联合国没有关系，这个说法本来就是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的下属的机构，然后他说没有权利批准日本的排放，这个当然是没有权利批准。日本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配合，然后认可他的做法，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不像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大概率泄露病毒，结果中国政府拒绝联合国机构进行独立调查。再看日本，邀请国际组织，不光是核辐射委员会，还是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专家组，一起探讨，一起制定方案，然后进行独立的检测，10几个国家的专家，这种开放态度，中国能比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先掩盖所有的放射性的污染数据，然后删帖封号禁言，拒绝国际机构独立调查，然后把所有的责任甩锅给境外敌对势力，这个是中国的常规操作。 OK， 那最后他说了一句，说用什么来保证未来不会出现任何意外？我怎么保证？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得了。那请问中国的核电站能够保证它一点不出事吗？我们能保证每天发射这么多的卫星，结果哪颗卫星把一个外星人给惹急了，然后把地球毁灭了吗？那你是不是就不发射卫星了呢？说这种假设问题毫无意义，对吧？然后他说明明有其他的处理手段，这个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核物理专家。那我很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处理手段更适合，10几个国家的专家都想不到，只有他能想到。还有一个网友纠正我的措辞，我说中国人真的疯了啊，他说这不对，中国的精英阶层个人智商和常识都是没有问题的，疯的都是那些抢盐的50岁以上的大爷大妈啊。这个说法我也同意，相当一部分精英还是有国际视野的，他们能够翻墙，或者是本身就是全世界到处跑的，然后他们又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有是非分辨能力，但是这个比例很难确定，到底占多少比例？我想在中国应该是占极少数。然后这个人说 IAEA 的前言说了，并不是日本政府排海的背书这个是他们免责声明，但是他们的做法其实就是在为日本排海的动作背书，因为整个排海的过程他们是全盘参与的，甚至提供很多技术支持。然后这个观众说不要提什么没有危害、安全范围内之类的话，安全可靠的话，那核电站会出事吗？这就很明显把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他们核电站出事，当然东电是有责任的，但是不要忘了，遇到当时的9级地震和高度超过17米的海啸，全世界任何的一个核电站都经不住。而且日本政府可以说公认的，全世界公认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虽然它已经达到了最高级别的核灾难，但是它造成的人员伤亡可以说已经减小到最小了。然后这个观众说，那你去排水口洗个澡，我就算你是条汉子。这种说法还是在故意混合安全标准的概念。安全是指排放到大海之后经过稀释是安全的，并不是排放在我身上是安全的。 OK， 就这些人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去质疑，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如果你们真的质疑的话，去找一找这方面的资料，去研究研究。当然他们没有这样的水平啊，你可以去找一些比较靠谱的，提出一些科学上论断的这些科学家，看他们是怎么质疑的，没准我还可能会相信你，甚至是如果我觉得说的有道理，我可能还没准认错呢。但是你讲这种话，用这种方式去质疑我，真的我会觉得很可笑。然后最后他说，
日本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让中国处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听出来我节目里边的调侃的意思。我就说中国既然有这么大的实力，对吧？这么爱护自己的人民，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核污水运到中国来处理？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方法，你有这么好的人力，有地大物博，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吧？都中国崛起，民族复兴了，怎么还让中国人受这样的苦，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对吧？你中国政府难道不可能把这事儿给揽下来吗？你这是不光拯救14亿中国人，拯救全人类啊！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打嘴炮。为什么？你想一想，中国政府里边的那些专家学者其实都知道，都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判断。然后再看最后一条，这个人也同样的说，你们哪来的自信给日本洗地？日本这700亿真的是没白花，分了你们多少？就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去日本福岛喝瓶所谓的无害的废水？要是不敢，就别整天乱废。哎，大家发现了，这些问题全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吧？你敢不敢喝？你为什么不灌溉，对吧？其实这些答案都已经明摆着的，已经重复无数次了，我真的不想再重复了。但是这些人太没脑子，就是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质疑，他们就拿来用，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质疑的方式，同样的提问，你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回答吧？你回答不过来的。然后这些人太懒惰，又不好学，甚至也不愿意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方网站随便看一看，甚至东电专门做出一个网页去答疑解惑，甚至还有中文。这些人不虚心求教啊，哪怕他看到了，他可能也不相信呢，因为他满脑子是什么？是阶级斗争，是民族仇恨，是被灌输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对他们来讲，理性、科学、常识很难进入他们大脑。所以我未来再看到下边有这种一模一样的不断重复的低能的无脑的质疑，我们就直接删掉了。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